之前还是主官饿死的贫困县，现在铺上了石板路，用上了抽水马桶。方正一这县令当得太舒服了，你让他入宫当皇上，他都不愿意。天公不作美，连绵的阴雨让本已难行的道路变得更加泥泞，马车几次陷入泥坑，让郭天养和车夫不得不下车推车，状况可谓苦不堪言。然而，这还仅仅是开始。进入京城的外围，景象更加糟糕。这里人来人往，车马横行，一片混乱。马车在拥挤的道路上屡次遭遇堵塞，车夫和前方的行人争执不休，景帝在车内的心情也跟着越来越糟。突如其来的一阵剧烈震动打破了这种僵局，只见车夫因为抓稳而摔落，半身泡在泥坑中，痛苦不堪。这一幕引起了路边一群闲散人员的哄笑，景象一时间变得尤为滑稽。郭天养眉头紧皱，急忙下车搀扶车夫，心中对京城的混乱和脏乱感到深深的无奈。与桃源县相比，京城的秩序和清洁程度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景帝决定放弃马车，步行回宫。尽管郭天养担心景帝会淋湿，但景帝的决定不容置疑。在给了车夫20两银子后，两人便步入京城的泥泞之中。路上的情景让景帝更加感到忧虑，京城的污水横流，垃圾随处可见，与他理想中的繁荣景象相去甚远。就在景帝沉思间，内阁首辅李延松等人正在忙碌地处理国事，忽然接到了景帝归宫的消息。三人急忙前往御书房，期待着与景帝的见面。在御书房，景帝面对堆积如山的奏章，向李延松等人展示了太子监国期间的种种问题。太子的不作为以及他对朝政的漠视，让景帝感到极大的失望。李延松等人面对景帝的质问，无言以对，只能听着景帝细数太子的种种不足。景帝因为太子李元昭的不端行为而勃然大怒，情绪如同狂风暴雨，几乎要将整个皇宫掀起。太子李元昭这个年轻的皇位继承人，每日沉溺于游乐，对于治国无任何兴趣，这让景帝心中的火焰熊熊燃烧。李延松试图为太子辩护，提到他近日有去军营巡查，但这丝毫不能平息景帝的怒火。在听取3位阁老对太子行为的抱怨后，景帝决定亲自去东宫的虎豹园找太子算账。东宫的虎豹园中，太子李元昭正兴致勃勃地观看一只猛虎追捕2匹老马的残酷场景，完全沉迷于这种残忍的娱乐中，忽视了自己作为国家未来领袖的责任。他的忠诚太监刘京站在一旁，脸上写满了苦恼和担忧，因为他深知太子的行为迟早会引起景帝的极大不满。就在太子李元昭对斗兽场中的残酷娱乐提出更多无理要求时，刘京试图提醒太子注意，但太子对此毫不在意，只是自怨自艾，觉得自己生不逢时，无法在战场上大展拳脚。就在这时，景帝悄然来到虎豹园，太子和刘京都被他的突然出现吓得魂飞魄散。面对景帝，太子李元昭尝试装出一副孝顺的样子，但景帝的怒火并未因此而平息。他冷笑着讽刺太子的不负责任，并命令太子和刘京随他到御花园接受惩罚。刘京心想自己的末日已至，而太子则是惊恐万分，预感到即将到来的严厉惩罚。在御花园，景帝手持长棍和长鞭，眼中露出决绝和愤怒，决心要以棍棒下的严厉来教育不孝的太子，让他明白皇室威严不容挑战。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刻，太子和刘京只能惶恐地等待，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悔恨。而景帝则是坚定地准备展开对太子的严厉教育，希望能够挽救太子的未来，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家领袖。李元昭这位经常惹是生非的太子，今天又在父王景帝面前站立着。他的身后，刘京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显得格外狼狈。景帝的目光缓缓从手中的卷轴移向他们，目光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。李元昭今天看起来比平时胖了一圈，满脸的无辜与委屈。这位平日里胆大妄为的太子，一旦面对惩罚，总能马上变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好像全世界都欠了他什么似的。景帝心想，以往自己对太子的溺爱，让他总能用这一招轻易地逃过一劫。但今天情况似乎有所不同，刘京的情况更是糟糕，他那快要断气的模样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仿佛随时都会泛滥成灾。景帝面无表情，只是冷冷地观察着这2个不成器的家伙。李元昭尴尬地笑了笑，硬着头皮低下了头。刘京则是直接跪在了地上，恨不得有个洞可以马上钻进去。在一片死寂中，李元昭小心翼翼地抬起头，却对上了景帝那双充满愤怒的眼睛。一时间，整个御花园里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。终于，景帝开口了，他的话语意外的平静，提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提议，与太子进行一场比试。他的手中的棍子仿佛是这场比试的信号，落地时还弹了几下，激起了一阵尘土。李元昭心中一凉，面对父王的挑战，他只能以还在发育作为借口。景帝的脸色一沉，这位平时英明果断的皇帝，怎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如此懦弱？他的怒喝让御花园内的气氛更加紧张，接下来的场面更是让人哭笑不得。李元昭被命令脱下衣服，以检查他的身体抱恙。卫士们开始扒他的衣服，
李元照不情愿的配合，他身上层层叠叠的衣物被一件件脱下，最终露出了隐藏在最里层的铁板。这突如其来的发现让场面变得有些滑稽。景帝命令卫士继续扒下李元照的裤子，要将他的所有秘密一并揭露。随着裤子一层层被脱下，更多的铁护具掉落，铁护臀、铁护膝、铁护腿一地的装备仿佛在嘲笑着景帝的愤怒和李元照的狡猾。景帝勃然大怒，斥责李元照不学无术，胆大妄为，完全不顾家国大义，只知道如何逃避责任和挑战。他的话语犹如重锤，每一句都重重地击打在李元照的心上。而李元照面对父王的愤怒和失望，却突然爆发出了叛逆的怒火，声称自己若早生几年，打下前国的功绩也许就属于他。景帝被李元照的无知和自大逗得反而笑了，怒极反笑，命令将李元照吊起来，准备亲自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。李元照的反抗与挑衅似乎让景帝更加坚定了要彻底教训他的决心。李元照被吊在亭子上，羞愧与不甘充斥着他的心头，他挣扎着试图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却只换来景帝更加猛烈的怒火。景帝手持鞭子，每一下都准确无误地落在李元照的身上，每一声响彻御花园的啪声都是对李元照叛逆行为的有力回击。就在这时，郭天养急匆匆地赶到，打断了这场父子之间的冲突。景帝的注意力被转移，暂时放过了李元照，而李元照则是在心里暗自庆幸，感谢郭天养及时出现，让自己免遭更严厉的惩罚。然而当景帝准备离开时，李元照的一个不慎动作再次引起了景帝的注意，露出的铁护具暴露了他的小把戏，景帝的怒火再次被点燃。这一次他是要让李元照彻底记住这个教训。李元照的求饶声充满了绝望和恐惧，他知道这一次自己真的无路可逃。而景帝则是在愤怒中找到了一丝冷静，决定留给李元照最后的尊严，让他吊着等待进一步的发落。乾清宫内，郭天养急匆匆地来到景帝面前，手里捧着一堆厚厚的资料。他小心翼翼地报告着一件事情：方正一，一个只有15岁的少年，竟然在景和3年中了进士，成为了桃源县的县令。原本这样的天才少年应该在京畿地区担任高职，或者直接入宫服侍，但因为他火爆的脾气和直言不讳，最终被分派到了一个贫穷且人口稀少的小县。桃源县这个位于京畿和横江府之间的小县，贫困且人口稀少，每年几乎没有纳税。然而景帝却听后笑了，对这位敢于顶撞上官、瞒报不交税的少年县令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。他认为方正一不仅是个少年英雄，还可能是一个能大有作为的肱骨之臣。然而提到太子时，景帝的心情明显变得不快。他对比了太子和方正一的能力，决定对太子进行一番严厉的惩戒，甚至要拆掉太子的玩乐场所，显示了他对太子未来的严格要求。景帝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想亲自下场做生意，通过卖茶叶来调动国内的经济。这一决定让郭天养惊讶不已，因为这完全违背了当时的礼法。然而景帝坚持己见，他认为这是一次尝试新政策的好机会，可能会给大景国带来新的生机。景帝的计划很简单，用精美的罐子装茶叶，然后高价出售。他相信这不仅可以赚取贵族的钱，还可以让百姓分享到利益。这一计划虽然荒唐，但也反映了景帝对国家未来的深思熟虑。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挑战祖宗的老旧礼法，寻找到一条新的治国之道。郭天养虽然心里有千万个不愿意，但作为皇帝身边最忠诚的太监，他知道自己必须全力以赴去完成这个任务。他心里虽然对方正一有些不满，但也意识到这个年轻的县令已经深得皇帝的信任，未来必定是宫中的红人。最后景帝的决定让郭天养又惊又怕，以高达500两1斤的价格出售茶叶，这个价格简直是天价。但景帝的命令不容置疑，郭天养只能硬着头皮去执行。在京城最繁华的街区，郭天养用了仅1个下午的时间，就巧妙地选定了一处位置，迅速装修出一家外观典雅的茶庄。这家茶庄的位置优越，吸引了无数富豪的目光。门口挂着一块熠熠生辉的牌坊，省却了所有繁琐的手续，直接开张营业。第二天一早，在奉天殿前，众多官员聚集。郭天养故意绕道而行，手中托着一个装着清茶的托盘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他的出现让在场的官员们纷纷窃窃私语，毕竟郭天养向来与皇帝同行，而今天他却单独现身。当李岩松询问郭天养为何独自一人时，郭天养满怀欣喜地透露，自己正是为皇帝特意准备茶水。他的话引起了一阵骚动，众人对这突如其来的茶水充满了好奇。随着郭天养的解释，他手中的茶大品天仙茶立刻成为了众人讨论的焦点。这种茶不仅味道清新，还被誉为男人之宝，能够增强体力和精神，使得在场的官员们都跃跃欲试。然而当有人调侃郭天养时，气氛一度尴尬，但郭天养只好尴尬地结束对话，快步离开。李岩松则是出于对这种神奇茶水的渴望，紧急询问购买渠道。
郭天养见状，内心欢喜，知道自己的茶庄即将迎来一个好的开始。与此同时，在奉天殿内，景帝正在处理朝政事务。面对国库的困境，他决定用自己的内堂来解决民间的灾害。而他也对京城的管理表示不满，命令相关官员改善城市环境，否则将会被罢官。几位身着朝服的阁老结束了一天的朝会，悠闲地回到了宫房，继续他们的日常工作。书案上摆满了各种奏章，但他们的心情似乎不错。性子急躁的张东向忍不住打破了沉默，开口问李岩松：“李公，你说陛下这次外出回来之后，是不是变了个人似的？今天分发赏金竟然这么爽快。”接着他又加了一句：“怎么突然对城内的街道情况这么上心了？难道之前不知道吗？”李岩松一边低头审阅着奏章，一边沉声回答：“可能吧，陛下愿意出钱也不是坏事，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啊。看，又有报灾的奏章送来了，又要花钱。”他的声音中满是无奈。郑乔听后却笑了起来，打趣道：“李公，您这话可不能乱说，您是朝中重臣，缺了您可不行。听说陛下最近在喝什么神奇的茶，要不我帮您去要下来。”男人之宝。张东向闻言也来了兴趣，那茶听起来真有意思，不如我们派人去城里买些回来试试，说不定李公喝了能再焕发青春呢。宫房里随即充满了笑声。李岩松摇头笑着表示：“东向，别开老夫的玩笑了，能提神就好。”于是他们决定派刘二去寻找这种名为大品天仙茶的茶叶。刘二立刻出发，一心想要完成这个任务。1个时辰后，刘二气喘吁吁地回来了，但他空手而归。原来他带的钱不够买这种昂贵的茶叶，听说1两竟然要50两银子，而且还限购。众人惊讶于这茶叶的高价，但更惊讶的是，尽管如此昂贵，仍有大批人抢购。听说宫里也是这茶的忠实粉丝，产量稀少，每天只放出4斤来卖。张东向遗憾地说：“看来这茶确实非凡，我们错过了好机会。”李岩松则更加冷静地分析，认为这茶之所以如此抢手，主要还是因为陛下的推荐。最终他们决定第2天再派刘二出去，这次准备了足够的银子。与此同时，在皇宫中，景帝接到了关于大品天仙茶销售一空的好消息，不禁大笑起来。原来这全是景帝和方正一的一场营销战略，旨在通过限量销售来吸引更多人的注意，创造出一种稀缺感。景帝兴奋地计划着如何进一步扩大这次成功的经验，甚至考虑让人以更高的价格转手销售这种茶叶，但又担心会破坏品牌形象。他决定亲自再次前往桃源县，见识一下方正一还有什么更神奇的本领。在古色古香的宫房内，刘二一大早就将他费尽心思抢到的珍贵茶叶送到了这里，成为了众阁老讨论的焦点。这茶叶不同寻常，单是看着那精致的小瓶装就足以让人眼前一亮，更不用说那还未泡就已弥漫的阵阵茶香了。场面一度充满了惊叹与赞赏之声。然而刘二却在人群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。他踟蹰着，终于鼓起勇气，小心翼翼地向李岩松透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：这茶叶其实花了他70两银子，而非50两。这番话顿时让本就惊叹于茶叶价格的李岩松眉头紧锁，70两的天价简直令人啧舌。然而在李岩松的一声令下，刘二立刻带着银子欢天喜地去泡茶，一切似乎都回到了正轨。不久后，刘二端着刚泡好的茶水回来，众人迫不及待围了上去，却发现茶水之中只有寥寥3片叶子，这让原本期待满满的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尴尬。张东向的一番调侃后，众人重新集中注意力到了茶水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茶香渐渐弥漫开来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尝试之后，众人的评价褒贬不一，有的觉得淡了些，有的却感觉到了茶叶中淡淡的药香，开始纷纷讨论起茶叶背后的奥秘。在这场茶香中的探索中，郑乔的一番专业分析更是让人眼前一亮。他不仅准确识别出了茶叶中的各种成分，还对其药用价值做了详细的解释，令人不得不对这大品天仙茶刮目相看。而在桃源县的制茶工房内，方正一的一番严格要求更是揭示了这背后严谨的制茶工艺。他对品质的极致追求，让每一片茶叶都蕴含了无数的匠心与汗水。看着努力工作的炒茶师傅们，方正一心中有了更大的计划，他决心要让这种独特的茶叶走向更远的地方。郭天养满脸喜色地站在景帝的身边，激动地报道：“陛下，那批珍贵的茶叶已经全部售罄了。”景帝穿着华丽的龙袍，却皱起了眉头，有些恼怒地反问：“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卖完了？我不是让你限量销售，慢慢来吗？”他原本计划在去桃源县进货之前，慢慢售卖手中的存货，现在却因为销售太快而出现了库存空缺。郭天养尽管感受到了景帝的不悦，仍旧微笑着回答：“实在是因为市场反应太热烈了，那些黄牛党把价格炒得很高，世家大族们都在抢购，有的甚至想要一次买上10几20斤。”他接着报告，这次的交易让他们赚了一大笔，足以让皇室的内库大为丰富。景帝一听到赚了那么多钱，眼睛顿时亮了起来，
立刻决定要再进货2000斤茶叶。他激动地在房间里踱步，仿佛已经看到了滚滚而来的财富。就在这时，郭天阳小心翼翼地提醒景帝，衡江府的巡查使已经抵达京城，等待着皇帝的召见。同时，他还提到了太子的情况，原来太子已经被吊在御花园3天了。景帝听后大惊，立刻命令将太子带到御书房。太子李元照经过3天的特训，已经从愤怒转为冷静，甚至开始欣赏花园的美景。不过，当他得知要见父皇时，怒气又冲上心头。在御书房内，景帝和太子之间展开了一场深情的对话。景帝温柔地教导太子，希望他能从中吸取教训，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君主。太子虽然心中有怨，但最终还是被父皇的关心所感动，默默接受了教训。与此同时，一个憔悴的官员，衡江府的巡查使吴生，被紧急召见至皇宫。经过几日的疲惫旅程，吴生在皇帝面前跪倒，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询问。景帝的话题突然转向桃源县，这个提问让吴生猛然惊醒，仿佛预感到了接下来会有一场风波。吴生的脸色苍白得像张纸，整个人颤抖得仿佛秋天的落叶在风中飘扬。他的头低得几乎贴到地面，生怕一举头就会遇到景帝那如冰刀一般锐利的目光。景帝则是静静地注视着他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仿佛是在等待着什么。终于，吴生开口了，他的声音在静谧的大殿中显得格外微弱。回陛下，桃源县确实是衡江府边缘的一个小县，人口寥寥无几。这几年连续不断的饥荒，使得情况更是糟糕。他的话语里满是无奈和悲哀，但他依旧保持着贵妇的姿态，一动不动。李元照，这位年轻的皇子，第一次见到有人能在这般压力下还能保持如此长时间的跪姿，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丝好奇。他偷偷打量着吴生，心想父皇竟然也没有让他起来。景帝终于缓缓开口，声音平淡，却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威严，抬起头来。吴生听命，颤抖着缓缓抬起头，眼中满是恐惧和迷茫。景帝的目光突然变得锐利，他的声音如同冬日的寒风，刺骨而冷厉。吴生，你到底还有什么没告诉我？桃源县的真相是什么？吴生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他的嘴唇干燥，话语结巴，但还是尽力将桃源县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然而，当他提到方正一时，整个大殿的气氛突然变得更加凝重。吴生的声音越来越小，直到几乎听不见。他讲述了方正一如何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控制桃源县，甚至不惜用最恶劣的手段来威胁自己。大殿内的其他人都被这些描述震惊了，他们从未听说过有如此荒唐和残忍的事情。李元照更是眼睛瞪得大大的，这比他听过的任何故事都要精彩。最后，当吴生说到自己被迫害、被画成画像以及被迫发誓的经历时，他已经是泣不成声。他的身体颤抖，泪水和鲜血混合在一起，滴落在冰冷的地砖上。景帝和郭天养对视一眼，两人眼中都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怒火。这种残忍和荒谬的行为，简直是对皇权的公然挑衅。臣苦啊！吴生崩溃地哭出声来，讲述了方正一如何逼迫他发出不实之言的荒唐事。他竟然威胁要公开我所说的话。李元照，景帝身旁的一位官员听到这话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却立马被景帝杀人的目光所制止。景帝皱眉沉思，这个方正一真是闹得够呛，居然用一种能记录声音的喇叭来威胁人，这在他们这个时代简直就是一种魔法。吴生继续哭泣，他的话让人既觉得好笑，又觉得无奈。景帝和郭天养已经对他的抱怨免疫，但听到那喇叭能记录声音的事情，两人都不由得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在一番混乱的讨论后，吴生透露了更多信息，包括方正一赠予他的财物和承诺。景帝听后踱步思考，显然对方正一的行为既感兴趣又觉得过分。最终，景帝做出了决定，罢免了吴生的官职，但允许他选择去向，同时表明自己会处理方正一的事情。吴生虽然失去了官职，但对能去桃源县还是感到十分满意。接下来，场景转到了郭天养和景帝的对话中。郭天养对景帝的仁慈表示疑惑，但景帝的回应让他陷入了沉思。这时，李元照突然跳了出来，激动地要求随同景帝一同前往桃源县。景帝严厉地批评了他的轻率，但在郭天养的建议下，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。在准备出发前往桃源县的时候，景帝和郭天养又讨论了方正一的问题。景帝透露了自己对方正一的看法和计划，表示想要进一步观察他的潜质。他们对方正一持有的录音表示担忧，但景帝决定先不处理这个问题。